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今天我们来分享 SP 朗纳尔的报告了。今天所分享的报告全部都是实战报告。首先是我的队友一刀仙居所分享的报告，那他所分享的报告只有1份而已。但是今天所分享的报告全部都是在关卡4开放的时候所打出来的报告，所以水晶科技方面的差距应该不会差别太大。他这一份报告打出来的击杀比例有375%，是差不多赚了3倍左右的战损。不过我去看了他的部队争议，其实他的争议不算特别高，装备的专属也不是特别多。虽然这一次 KVK 是有兵法卡可以选择的，但是他选择的兵法卡只有增加跑速而已，都可以打得出这样子的报告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联盟里面的大佬，那其实 Joker 他是有购买水晶科技的，所以他的提升会比较高一点点。不过我在前面就有说过了，因为我们打的是关卡4的关系，所以差距不会特别大，而且他所携带的兵法卡只有2个而已。不过显然他的争议是比起前面我所分享的一刀仙居还要稍微高一点。不过那也只是水晶科技的加成而已，他的装备并不是全部都有专属的。尽管如此，他这一份报告就已经打出了280%的战损比例。报告下面都有记录他每一个回合可以拿到多少的击杀积分。下一份报告收益就稍微高一点，有441%，不过依然还是用朗纳尔搭配 CP， 而且他的部队最后是没有被杀死的，还剩下29万。同样的部队，同样的搭配所打出来的报告。比较有趣的就是他后面所分享的报告，越打到越后期，他所获得的战损比例越高。第3份报告的时候，击杀比例总共有615%。那我可以保证他这里的报告全部都是实战报告，而不是做什么地鼠之类的。像这一份报告就足以证明了，只是单靠这一份报告就已经赚了差不多8倍左右的战损。而且各位要记得，他这里的装备并不是全部专属都可以打出这样子的结果，也足以证明 SP 朗纳尔搭配 CP 这个组合收益是很高的。当然，我还有找其他的队友要报告，那他这里有讲到，他认为这个报告参考价值并不是很高啦，因为他都是打一些躲着的一些敌人。不过我决定还是分享出来给各位参考一下，至于有没有参考价值，这个就你们自己去过滤吧。我还有找了另外一位跟我在同一个阵营的盟友，跟他要了报告。会跟他要报告，主要是因为我在打架的时候，我也在看着他打，他是确实跟我一起去打架的。他所使用的搭配依然也是朗纳尔搭配 CP， 也是为了给大家确定他并不是做地鼠，所以我们点击这里的地点给大家看。刚刚我们是在这个位置打野仗的，所以不存在做地鼠。而且他还有强调说，他的水晶科技并不是很好，他的装备也并不是很好。虽然很多玩家都说你要分享报告的话，你就应该要找一些大佬，他的专属很多装备很好的分享。但是我反而觉得，只要你的争议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，你打出来的战损越好，就表示说这个统帅越强。像这位玩家莫林，他都已经强调了他自己装备跟水晶科技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，都可以打出这样子的战损，也足以证明说 SP 朗纳尔搭配 CP 是好用的。这里的报告全部都有超过120%。
当然我还有去问他觉得 SP 朗纳尔怎么样，他就有说过其实是好用的，但是行军速度太慢了。那老实说，其实 SP 朗纳尔也是有增加跑速的，但是可能比较起关羽会稍微慢一点。毕竟关羽本身的技能就有15%的行军速度加成，再加上他的觉醒技能又可以再提速，当然这个是要从据点或者是采集点出去的时候才有加速。然而 SP 朗纳尔只有10%的加成而已，不过也有注明到比其他的部队效益真的会比较好，还有强调说真的很慢，比华莱士刘彻还要更慢。比华莱士刘彻还要更慢也算是比较正常啊，因为这两个统帅都是提升20%的行军速度，这比起 CP 还有搭配朗纳尔的速度还要更快一点，所以操作手感上面可能没有这么好啊。这个方法其实是可以弥补的，比方说通过军器又或者是通过装备方面就可以把鞋子变成觉醒5，速度就会比较快一点。当然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全面一点，我还有跟不同的队友跟他们收集报告，可以给大家对比一下，是不是大多数的玩家打出来的报告也是差不多类似这样子。也有这种打得比较久的报告，还有 Joker 又在分享报告了，全部都是超过500%的，而且看到他收集这么多报告，看来他也是把这个队伍当作固定队伍了，对他而言收益也是算蛮高的，否则他也不会分享出来。不过当然的，今天我所分享的报告呢，全部都是在 CD 主王国啦，就是可能装备争议不算是最顶尖了，甚至就连敌人的争议可能也不太好，但是这个就是实战报告，你没有办法保证对方的装备军器到底有多好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收集这么多人的报告的原因，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一个玩家打出来的报告是这样子，那可能是这个玩家的问题。但是在我今天收集了这么多份朗纳尔的报告，看起来都是很不错的，也足以表示说朗纳尔确实是 OK 的。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讲关于 SP 朗纳尔我在战报里面发现到的一些事情。那各位还记得 SP 朗纳尔他有一个技能是要他的怒气在70%以上的时候就会提升15%的技能伤害吗？但是时间只有4秒而已。我发现到如果我们时常去拉扯这个部队的话，就会变成说就算我们释放了主动技能也没有办法吃到这个 buff。像我现在所分享的报告就是完全没有吃到 buff， 你们可以看到上面全部都在拉扯，所以没有回合的报告。然后看我们这边主动技能触发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加成的，只有受到的技能伤害降低25%而已，所以这个技能比我想象中触发的概率还要更加苛刻。尽管我们想象中是觉得说他这个技能4秒可以覆盖到我们主将的技能，尤其是像 SP 朗纳尔这样子的技能，它还有包括额外的伤害，打出去的伤害就会更高，有可能可以提升到 buff。 但现实就是如果你时常拉扯的话，有很大可能你这个 buff 是没有办法覆盖到你的主动技能了。下一个就是夺取的技能，其实夺取的技能可以发生在多个目标上面，比方说你锁定了这个目标，你在打下一个目标的时候也是会触发，敌方也是会扣20%的攻击力，还有30%的行军速度，
虽然多个目标都会同时扣掉，但是不会叠加在你的身上，不会说你达到了2个目标就会变成40%的攻击力和60%的行军速度，依然还是20%、30%而已。但确实触发的条件是真的很简单，因为它是通过基础攻击或者是受到基础攻击的时候就会触发了，可以说是无间断的一直持续在触发。各位可以默认为这个技能是固定加成了，所以总的来说 SP 朗纳尔还是不错的，只不过操作上面可能要注意一点，就是等它释放了主动技能之后才来拉扯，这样才可以确保它的技能伤害提升是有加在自己的主动技能上面。不过我还有听到一些玩家反馈说 SP 朗纳尔其实打日弱峡谷并不是特别好，关羽会比较好一点。不过其实万国觉醒已经很久没有推出技能伤害的步兵统帅了，就连最后一次推出的步兵技能伤害统帅呢都是攻杀弱，再加上现在关羽的输出确实是不太行了，所以替换成 SP 朗纳尔是没有问题的。不过今天我也只是收集到 SP 朗纳尔搭配 CP 的报告而已啊，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玩家去尝试 SP 朗纳尔搭配刘彻，如果你有的话可以分享给我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在看了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